今天的視頻探究離子鍵如何生成。首先，回顧一下什麼是離子。在之前的視頻說明，離子是由原子失去或獲得電子時形成的，因此它們可以達至貴氣體的穩定電子結構，換句話說，是一個完整的電子層。細心觀察元素週期表內，我們發現左邊部分是金屬元素，而非金屬元素則位於右邊。在許多化學反應中，都是涉及金屬與非金屬的反應。當金屬和非金屬發生反應時，就會形成離子鍵。讓我們用電子的排布圖來說明離子鍵的形成。以下的電子排布圖是利用原點和交叉符號代表電子。首先，第一族的鈉金屬和第七族的非金屬的銫，它們之間的離子鍵是如何形成？用原點來表示鈉原子上的電子。鈉原子擁有11個電子，它的第一層有2個電子，第二層有8個電子，最外層有1個電子。而電子是帶負電荷。同時，鈉原子核內有11個帶正電荷的質子，因為質子和電子的數目相同，導致電荷互相抵消，所以鈉原子是一個不帶電荷的粒子。另一個鉻原子，鉻原子擁有17個電子，用交叉表示鉻原子上的電子。請記住，無論是用原點或交叉表示，它都是代表相同的電子。它的第一層有2個電子，第二層有8個電子，最外層有7個電子。同樣，鉻原子核內擁有17個正電荷的質子。由於質子和電子的數目相同，電荷互相抵消，因此鉻原子不帶任何電荷。由電子圖可以看到，鈉和鉻的最外層都沒有填滿，直至當鈉與鉻反應，鈉原子失去最外層電子，同時鉻原子獲得了這個電子後，如圖所示，鈉原子和鉻原子都已經達至穩定的八隅體。再次觀察鈉原子核，但它仍然擁有11個正電荷的質子，但是鈉原子卻只有10個負電荷的電子。因此鈉原子現在多出1個正電荷，故稱之為鈉離子。而離子是一個帶有電荷的原子。鉻原子同樣擁有17個正電荷的質子，但是現在鉻原子擁有18個負電子，即是鉻原子現在擁有多1個負電荷。所以稱之為鉻離子。最後，鈉離子和鉻離子的最外層都達至貴氣體的完整外層。繪畫鈉離子和鉻離子的電子圖，陽離子通常繪畫在陰離子左方。在方括號內繪畫離子的電子圖，離子所帶有的電荷須寫在括號外的右上角。注意，這2個離子是帶相反的電荷，因此它們受到正電力作用而互相吸引，生成離子化合物。它們之間的引力稱為離子鍵，同時這引力是非常強大。因此，在離子鍵結合過程中，第一族金屬失去1個電子，形成一個正電荷離子；而非金屬的那一族，當獲得1個電子後，形成一個負電荷離子。現在2個離子都同時擁有1個完整的外層電子，換句話說，它們都具有貴氣體的穩定電子結構，如零族一樣。另一個例子是第2族金屬鎂和第6族非金屬氧之間的反應。鎂原子的最外層擁有2個電子，氧原子的最外層擁有6個電子。當鎂與氧反應時，鎂原子失去2個電子，這2個電子轉移到氧原子上。如你所見，鎂離子和氧離子都具有八隅體的一個完整的外層，它們實現了零族的穩定電子結構。以下是鎂與氧反應後的生成物，用原點和交叉來表示的電子圖。請記住，
在圓點圖和交叉的電子圖中，只需顯示最外層的電子。另一個較複雜的例子，氯化鎂的形成。首先畫出鎂與氯最外層的電子數量，只需顯示最外層的電子，因為這化合物含有3個原子，而不是只有2個原子。畫出反應物鎂，它的外層有2個電子，它傾向失去電子，而2個的氯原子，它們的外層都擁有7個電子，因此各氯原子需要增加1個電子。下一步是思考，哪一個原子是需要獲得電子或失去電子，以達至八隅體的電子結構。一般來說，金屬元素是傾向失去電子，而非金屬元素是傾向獲得電子。因此，鎂原子失去2個電子，而2個氯原子各自獲得1個電子。最後，鎂原子形成1個正二離子和2個氯的負一離子。基本上，離子的電子圖已經完成。按照它們在實際化合物中的排列方式，再次進行排列。因為2個氯離子會被鎂離子吸引，可以把它們放在鎂的兩邊。常見離子的名稱和化學式表中列出了一些常見離子的名稱及其化學式。參考表格應特別注意以下幾點：一、所有簡單的金屬離子，例如鈉離子和銅離子，都是陽離子；二、所有簡單的非金屬離子和大多數多原子離子，如氫氧離子，都是陰離子，但氫離子除外，它是陽離子。另一種常見的多原子陽離子是銨離子。簡單陰離子的英文名稱以 I、D、E 結尾，例如氯原子形成氯離子，氧原子形成氧離子。大部分過渡元素的原子可失去不同數目的最外層電子，形成超過一種陽離子。這個情況下，為了分辨同一種元素的不同離子，要在金屬名稱後加上括號及羅馬數字，以顯示電荷或氧化態。例如，金屬銅可以形成銅一離子和銅二離子。含氧的多原子陰離子通常以 H、A 或 I、T、A 結尾。含氧較多的多原子陰離子名為 H、E， 含氧較少的多原子陰離子名為 I、T、E。例如，硫酸根離子、亞硫酸根離子、硝酸根離子、亞硝酸根離子。